隐秘的志向。这一天的下午，学校里头劳动，郭巧巧没有参加，提前回来了。郭巧巧喊过玉秀，把家里的影集全搬了出来，坐在天井里，一页一页和玉秀翻着看。玉秀很自豪，觉得自己已经走进这个家的深处，走进隐私和秘密了。即使是玉米，她也不能享受这样高级的待遇的。玉秀看到了郭嘉兴年轻的时候，郭巧巧母亲年轻的时候，还有郭巧巧儿时的模样。郭巧巧既不像她的爸，也不像她的妈，集中了两个人最难以组合的部分，所以扭在脸上。玉秀看一张夸一张，好话说了一天井。玉秀很快从影集里发现了一个小伙子了，和郭嘉兴有点像，又不太像，比郭嘉兴帅，目光也柔和，像一匹小母马的眼睛，有一点湿润，却又有几分斯文，很有文化，很有理想的样子，穿着很挺的中山装。玉秀知道不是郭嘉兴，精气神不是那么一回事。玉秀故意说：“是郭主任年轻的时候吧？”郭巧巧说：“哪儿？是我哥郭佐，在省城的汽车厂呢。”玉秀知道了，郭巧巧还有个哥哥在省城的汽车厂呢。正说到投机的地方，玉米却回来了。玉米看见玉秀和郭巧巧头靠着头，捧着什么很秘密的东西，比和自己还要亲，很入神的样子。他们在看什么呢？玉米的好奇心上来了，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脖子。郭巧巧的屁股上像长了一双眼睛。玉米刚走到玉秀的身后，郭巧巧啪的一下把影集合上了，站起身，屁股一扭，一个人回到了东厢房。玉米讨了个没趣儿，尤其当着玉秀的面，脚底下快了，立即回到了自己的厢房，心里却不甘，立在窗口的内侧，无声地打量起玉秀来了。玉秀隔着窗棂看见玉米的脸色了，是恼羞成怒与无可奈何兼而有之的样子。玉秀没有低下眼皮，而是把眼珠子撇到了一边，再也不接玉米的目光了，心里想，这又不关我的事。玉秀的举动在玉米的眼里无疑具有了挑衅的意味。郭巧巧却又在东厢房里喊了：“玉秀，过来！”玉秀过去了，过去以前故意摇了摇头，做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显然是做给玉米看的了。玉米一个人被丢在窗前，想，不能再这样了，不能允许玉秀再这样吃里扒外了。玉米忍了好久，做晚饭的时候到底去了一趟厨房，回头看一眼天井，没人。玉米用展布假装着抹了几下，转过脸说：“玉秀，你可是我的亲妹子。”这句话过于突兀了，听上去没有一点来头。玉秀拿着勺子望着锅里的稀饭，心里知道玉米说的是什么，听出意思来了。玉米的话虽说突兀，意思却是十分明确的，仿佛很有力量，是一次告诫，其实软得很。厨房里的空气开始古怪了，需要姊妹两个有格外的定力。玉秀没有抬头，只是不停地搅稀饭，想了想说：“姐，我听你的话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”话说得很乖巧，其实绵中带着刚，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口吻，一口把玉米顶回去了。玉米无话了。面对郭巧巧，玉米能让玉秀做什么？玉米又敢让玉秀做什么？玉米捏着展布，反而愣住了，兀自站立了好大一会儿，对自己说：“好，玉秀，你可以，你能。”
这一次的冲突并没有太大的动静，然而意义却是重大的，尤其在玉秀的这一头，有了咸鱼翻身的意思。玉米原本是给玉秀敲一敲警钟的，没想到这一记警钟却敲到了自己的头上。玉米看出来了，这个人一旦得到机会，还是要和自己作对的。每天早上，玉秀都要到菜市场买菜，买完了并不着急回去，而是要利用这一段空闲逛一逛，主要是逛一逛供销社。说起来，供销社可能是玉秀最喜欢的地方了。以往进镇，玉秀每一次都要在供销社逗留好半天，并不买什么。事实上，供销社是一个很不错的歇脚处，供销社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观光场所。那些好看的货架就不用再说了，仅仅是付款的方式就很有意思了。女会计坐在很高的地方，和每一个营业员之间都连着一条铁丝，一条一条的。铁丝上挂了许多铁夹子，营业员开了票，收了现金，把它们夹到铁夹子里去，用力一甩，嗖的一声，铁夹子像一列小小的火车头，沿着悬浮铁轨开到会计的那边去了。稍后，小小的火车头又嗖的一声开了回来，带着灵爪和收气的票据，神秘深邃，妙不可言。玉秀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小秘密，那就是喜欢看坐在高处的女会计，从小就喜欢看，羡慕得很。那个女会计坐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，她一手的小算盘让玉秀着迷，噼里啪啦的，手指头跟蝴蝶似的，跟幺蛾子似的，点水而过，扑棱扑棱的。一旦停下来了，却又成了蜻蜓，轻轻地栖息在荷叶上面。那里头有一种难言的美。女会计的手成了玉秀少女时代的梦，在梦中柔弱无骨。只是很可惜，那个女人不漂亮。玉秀总是想，要是自己长大了，能坐在那里就好了。玉秀一定会把自己打扮得像过河而来的小花蛇，在全公社老老少少的眼里吱吱歪歪地扭动。玉秀从小其实就是一个有理想的姑娘了，有自己很隐秘的志向。玉秀相信自己反正不会在王家庄待上一辈子的，绝对不可能在这样的一棵树上吊死。玉秀对自己的未来一直蛮有信心的，当然，玉秀的这份心思现在反而死了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由此看来，供销社其实是玉秀的伤心地了。然而人这个东西就是怪，有时候恰恰喜欢自己的伤心地，特别的迷恋，愿意在那里流连忘返。玉米不喜欢玉秀游手好闲的浪荡样子，尤其是在供销社里头，发话了，不许玉秀再过来。玉秀不明白，问玉米为什么。玉米回的倒也干脆，玉米说，不是你待的地方，